什么情况了？我怎么在这儿？王爷，全城的人都知道他痴迷太子，怎么会突然心甘情愿驾驭你？会不会有什么阴谋？王爷，您别担心，我已经在洞房周围安排好人手了，只要您大喊一声，我立刻率人冲进去。先别轻举妄动，我倒要亲眼看看他耍什么花招。酒呢？把你腰带给我。腰带？爱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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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爱妃。我叫云小荷，一个21世纪考古专业的女大学生。就在刚刚，我莫名其妙的穿越了，穿成了丞相淑女云秀荷，还被逼替嫁给这个。你们俩去这儿，你们俩去那边，你们俩去那边。姑奶奶跆拳道黑带，就你们这点体力，还想追上我？谢谢啊，不用了。我倒要看看你究竟有何目的。这都什么事儿啊！我想回家21世纪，这货不会是个色狼吧？喂，你怎么可以滥用私刑呢？还有没有王法呀？王法？本王就是王法。爱妃啊，这门婚事可是父皇的旨意，你是要违抗圣旨吗？那如果我要和你说我不是云秀荷，你信吗？那你就是欺君之罪，要杀头的。小哥哥，你看你长得这么好看，肯定也很善解人意。不如你放开我，我们好好谈谈。放开你，万一你又跑了，本王怎么向父皇交代？妾身怎么敢呀？妾身既然嫁给了王爷，王爷就是妾身的天，王爷就饶了妾身吧，妾身手疼。好疼啊！哼，老娘跆拳道黑带，还能让你这个草包占了便宜？你服不服？来人，来人啊！王爷，你们帮我找到他。你们去帮我找个东西。我用不太了毛笔，反正就长这样。如果不是这个东西，我也不会来到这个鬼地方。王妃，这是什么啊？这玉佩啊，反正就是一个长成这样的玉佩。传闻云秀和书画一绝，他这是在故弄玄虚。三弟，哎，玉佩，那个就是我要找的玉佩。这云秀荷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？这两人必然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。小姐，如今你是燕王妃了，你就对太子殿下死心了吧？太子殿下是吧？我能不能看看你的玉佩？这玉佩乃是顾着贴身之物，更是太子的象征，岂能给人随便抱？你逼我来硬的是不是啊？燕王妃竟如此不知礼数，来人，拿下！王爷，这是咱燕王府，太子和王妃在这动手传出去。爱玩，本王就陪他们玩玩。请慢，皇兄，我的爱妃出入宫中不懂事，回去我替你好好教育她。大哥，我就看下你的玉佩，你怎么就那么执拗？哎呀，王妃，故定向父皇那儿参你们两个一本。都怪你，都怪你！本王也是想帮你嘛。帮我？我看你是诚心捣乱。哼，别以为我就没办法了。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之前是妾身没有照顾你的感受。云秀荷，
终于忍不住要下手了吗？那王爷喝了这杯酒，咱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本王还有公事，今日不便饮酒。爱妃，你自己喝吧。王爷，你是不是还生我的气？爱妃，我真没有生你的气。那我们成亲还没喝过交杯酒呢，我俩都夫妻一场了，难道我还能给你下毒吗？爱妃，要不这杯酒就你喝了。我喝就喝。不好意思，谁让你老是碍事？你终于来了。他是在跟我说话吗？姑，等你很久。朝中跟我与母后作对的大臣，是否与萧莲有关？怎么不说话了你？你有病吧，大哥！我是来偷玉佩的。这两个人果然暗中苟且。有刺客！殿下！什么人？哎，你们别过来，我可是很厉害的。大哥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就是来偷玉佩的，我错了，别杀我。玉佩？荒唐，简直荒唐！云秀娥，你竟敢夜闯太子府，还敢对姑动手！是我不对，行了吧？你把玉佩给我，我立刻从你全世界消失。还敢觊觎本王的玉佩！来人，给我掌嘴！云秀娥，你还敢夜闯太子府？皇兄，今天我肯定回去好好教训他。猪队友，你怎么来了？皇兄，我这就立马带他走。你们夫妻俩闹够了没有？要不你帮我为你皇兄接一下玉佩？少废话，今天本王就让你知道谁才是你的天。来人，轰出去！你怎么那么阴魂不散？都怪你，每次都是你坏我的好事。什么是我坏了你的好事啊？如果刚才不是我帮你，皇兄肯定会对你用大刑。哟，你什么时候对我这么好了？那还不是你刚刚嘴对嘴给我？你快别说了。圣旨到！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燕王萧莲游手好闲，挥霍无度，故指婚成相嫡女云秀娥。然成婚次日，便携燕王妃大闹太子府，打伤太子，重则30大板，罚闭门思过，禁足1月。钦此。你这圣旨的意思翻译过来，不过就是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，看见你就烦，别来碍眼。想不到你也是个爹不亲娘不爱的。那还不是你去闯太子府？谁娶了你这样的王妃？那可真是福寿安康啊！得罪了燕王殿下，奴才也是秉公办事。王爷，差不多行了，打坏了怎么办？哎呀，王爷你没事吧？渣男，活该被打。果然，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。我得再想想办法，赶紧拿到太子玉佩，穿越回去。你不去陪你的美人，来我这里干什么？怎么，王妃吃醋了？鬼才吃你的醋！知道你们古代男人3妻4妾，活该被打，渣男！你干什么啊？睡觉啊。睡屁啊！赶紧躺好，把衣服脱了。你想干什么？上药啊！你这伤口再不上药会感染的。你不会还喜欢我的皇兄吧？喜欢个屁呀！我就是想要他的玉佩。那玉佩对你来说很重要吗？说了你也不懂。总之我一定要拿到它。好了，药上好了，睡觉。小姐，你快醒醒，时间不早了，咱们得快点儿。什么快点啊？照规矩，今天回门。你又糊涂了。回相府啊？改天吧，要不你替我去算了。我不会啊，我。今日回府，我们不得有失礼数，而且太子有意去丞相府，向你的表姐下聘。太子，你不早点说，赶快收拾，快走。每次都是他碍事，这次绝对不能让他再去了。王爷，您日理万机，回门这点小事，妾身自己应对。回门怎么能是小事呢？本王要是不去的话，岂不是
显得本王失了礼数了吗？不会，王爷的好意，妾身会替王爷带的。走吧，走。王爷，今日太子也在，王妃不会又做什么出格的事吧？这个云秀和太不对劲，走去看看。妹妹怎么一个人回门？燕王殿下呢？云秀和，现在外面都传遍了，说你是个没教养的荒唐主，丞相府的脸算是被你给丢尽了。我靠，我没看过几部宫斗戏啊，要不直接开门见山吧。我今天是来找太子的，太子呢？他不是今天来府上的吗？林秀和，你都已经嫁人了，还敢肖想太子殿下？就凭你也配？当初你缠着太子干的那些蠢事儿，还不够丢人吗？你谁啊你？我是来找太子的，你别当我爸正事。你贱人！你骂谁呢你？就你这样，一看就是古装短剧骚浪贱。你说什么？放肆！你们干什么的？云秀和，你是刚嫁过去就被策反了？我根本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。孽障！老夫养你这么多年，让你试探燕王呢？啊！我这原生还是个卧底。大哥有话好好说啊！我真不知道你密谋的事，我就是单纯想要玉佩，你不给我走还不行吗？想走，你走得了吗？小婿来迟，还请岳父大人见谅。皇兄，你怎么也在这里？这大动干戈是怎么回事？燕王殿下，今日再不用老臣管教这个孽障，恕臣无法向圣上交代呀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云秀和应该是我的人，要管教的话，应该是我管教才对。对了，我在樊楼订了一桌稀罕菜，正打算带着王妃去尝尝呢。你干什么啊？我这还没完事呢。哎呀，快走吧，凉了可就不好吃了。我跟你说，单论这吃喝玩乐，全都城的人没有一个比你相公更懂。再不走，我可就不管你了。看来我也没有办法拿到玉佩了。这丞相和太子更不是什么好东西，看来只能先回去了。是，怎么能拒绝王爷的好意呢？对了，听说皇兄今日下聘，所以我也备了一份厚礼。丞相大人，燕王这里你倒是来者不拒。太子陛下，臣不敢，这纯属是燕王挑拨离间啊！你最好是。皇妃，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跟我说？哦，我就是想问问，刚刚你为什么帮我？因为我知道你不是云秀和。我不是云秀和，我会是谁啊？因为你是我的心肝小宝贝啊！肉麻！啊，王妃！喂，王妃，王妃，这女人不是云秀和，接近我究竟有什么目的？看样子想从太子那里拿到玉佩是彻底没戏了。你不觉得我们两个很般配吗？谁要和你配啊？配不配，又不是你说了算，外面可都传开了，环顾王爷配上胡闹王妃。怎么，你还挺自豪？多少有那么一点。来，陪爷喝口酒。没心情。你笑起来还挺好看的。好，陪你喝点吧。我想手机，我想海底捞，我想回家。丞相府对你这么好，你回哪个家？其实我除了你，反正我不是你这世界的人。是啊，我要是把你培养下去，这玉佩还不是手到擒来？这是要弄哪一出？听王妃说，她是要搞什么现代化管理。王爷您看，保安大队长，这是何意？王妃说了，我可是保护王府上下安危的重要角色，所以叫我保安。那确实，这个保安非你莫属，他想闹就让他闹吧。本王倒是要看看，
他到底闹出什么花样来？王爷，王妃这样大张旗鼓的，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计划？本王自有分寸。小李，快过来！你来了，快来！从今日起，整个王府上下我说了算，所有人都听我调遣。你笑什么笑？即日起会发放工牌，这个工牌啊，代表着你们所有的身份和职责。我们还会记录人事档案，方便日后管理。都听明白了没有？下月初8，皇上会来亲自考察，就为皇子校考成绩。我们王爷要好好读书，胆敢阻挠王爷上进者，打！知道不知道？这个是我给王爷定制的，必须每天按照课程表来上课。我们要争取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。本王不想学呀，你就当本王是块废柴好不好？王爷，妾身可是有妙方，可以妙手回春。我还不信这9年义务教育治不了你了。难道他真的只是想帮我？三哥，考试还带媳妇儿啊？带谁来，都不过是看他笑话罢了。你们别狗眼看人低，今天就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做逆袭。今日大考依旧例，仍是先考校文科，再考校武科，每人作诗1首，题目无限，由陛下评判优劣。yes， 想不到吧？姐押中题了，我给你的纸条照着读。这是要继续让我装废物了？哪位皇子有思绪了？可以举手示意。哎，这里，四皇子。莲儿最先做好，这倒出乎朕的意料，那就读来听听吧。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好诗。你是觉得朕没有读过李白的《静夜思》吗？不应该呀，这剧本套路不对呀。三哥厉害呀，都会静夜思了。皇上莫生气，燕王殿下能背出这首诗，也是说明燕王最近努力上进。等等，燕王殿下只是太喜欢这首诗了，想跟大家分享。他还是会做别的诗的，对吧？儿臣斗胆恳请父王，再给三哥一次机会，看看三哥能做出什么绝世好诗来，好让我们学习学习。我还以为三哥长能耐了，大家看这是什么？孽障，俸禄减半，回去闭门思过。什么时候想清楚了？什么时候再来见朕？托三弟的福，今天的考试被取消了。你们等着。那个不好意思啊，我不知道他们都知道这首诗。原来是这样。这个朝代是在宋元之间的。之前发生的事，我知道的都能对上。皇妃，你就真的那么想当太子妃吗？王爷，我让你那么丢脸，你不生气了吗？算了，我已经习惯了。都跟你说了，我不是读书的料。你能不能有点上进心啊？这太子1天没登基，每个人都有机会。我就是一滩扶不上的烂泥。再说了，身份地位就那么重要？我才没有，我就是想回家了。要是当不上太子，我就……算了，说了你也不懂。反正在我眼里，你比那什么鬼太子强多了。你真的觉得我可以当太子？那当然，东边不亮西边亮，咱们文化课不行，就走特长生啊。你说什么？什么生？算了，说了你也不懂。谁还没看过几遍《甄嬛传》？不就是刷好感攻略皇帝吗？这我懂。好好念，我走了。从今天开始，你们每个人严格按照我之前的课程表开始学习，而且是全府上下陪着你一起学。让王爷自己读不好吗？小姐，你是知道的，杏儿最害怕的就是学习了。站好了，都上去立正，一起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：想成功，先发疯，不顾一切向前冲，拼一次富3代，拼命才能不失败。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王妃，本王已经是王爷了，已经很富了。什么王爷？你是要立志做太子的人，能不能有点出息？杏儿，我们走。近日府内多了很多眼线，本王才上进几日，这波人就已经坐不住了。
近日你替本王掩护，本王速去速回。我，王妃，王爷今日得了风寒，就让他歇歇吧。是吗？那我先回去了。王爷人呢？王爷去了百花楼。萧脸，给我滚出来！这位小姐，有话好说嘛，别伤了和气。放肆！见了我家王妃还不行礼？王妃恕罪，老身那真是老眼昏花了。只是我们这里只接待男客，您看……少废话，快点让萧脸滚出来！燕王殿下不在这里呀。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快点让他出来！不敢不敢，燕王殿下真的不在这里。来人，给我砸！看谁以后还敢做他的生意！哎呀，别呀，姑奶奶，祖宗，这样我的生意还怎么做呀？王妃，你怎么来了？萧脸，看我今天不打死你！不好了，王爷，王妃来了！各位大人，你们先行告退，朝中之事全仰仗各位大人。那我们就先离开了。王妃，这次你怎么不打王爷了，还放他出去继续鬼混？我算是看明白了，咱们这个王爷光打没用，你等着吧，他这次肯定非要来求着我。奴婢不懂。你是故意的吗？我就是故意的。你能不能给我留点面子？你让我没面子，我干嘛给你留面子？你什么德行我还不知道吗？还让我给你争面子？你让我去哪儿给你争面子？这简单，你呀就留在家里好好读书。行，反正我也无处可去。杏儿，我们走。王妃把我们点全抄了，今天连最后一个赌场都没放过。看来我们得去找一些新的地点了。王爷，您答应过王妃，这样会不会过早暴露啊？无妨，本王当这个纨绔子弟也不是1天2天了。诸位，今日值此中秋佳节，不妨我们共举此杯，祝各位玩得尽兴。一会儿再下不来台怎么办？放心，但是如果你不按我说的做，那回去你会死得很难看。殿下，诗会正式开始前，不如让西月弹一曲，给大家助助兴。有何不可？不过臣女一人恐撑不起今日的台面，其妹秀禾琴艺向来高超，不如今日切磋切磋如何？我，燕王妃觉得如何？谁不知道他们一对，一个纨绔王爷，一个荒唐王妃，他们岂能知道琴棋书画这些东西？要不算了吧。不能让他们这么欺负你。来人，给我准备7个碗和1桶水。燕王妃这是要表演杂耍呀？弹琴我不会，哆来咪发嗦我还不会。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，我尝了你嘴角真高，薄荷味道，是甜甜的爱情来得这么确定，因为你美得害羞的反应。你笑起来还挺好看的。诸位，月色甚好，此时不做事更待何时啊？听说三皇嫂给三哥找了6、7个先生，天天在家用功，想必大有进步吧？趁着这次机会，不如让我们大家开开眼界。那今年的诗便以秋为题。妙哉，这样就不会有小人打好小抄了。截止到诗会结束之前，数量不限，依照惯例，依旧由翰林院的先生作为评判优胜劣绩，以示公平。快写啊！你怎么答应我的？三哥，磨蹭什么呢？是不是没有小抄就不会写呀？别狗眼看人低，王爷的诗甩你们几条街呢？人生若只如初见，何事秋风悲画扇？等闲变却故人心，却道故人心易变。好诗，只是似有意犹未尽之感啊！大哥知足吧，清代的诗我能记住这半首已经是奇迹了，好吗？这首呢是写思乡的，这首是写月亮的，这首是写落花的，有备无患。这一次相信我，肯定没有问题，就把这些通通背下来。请皇后娘娘、太子殿下恕罪，微臣回去一定好好教训这个不孝女。母后，那我们要不要？无妨，让他们折腾，还能让那个孽种翻上天不成？哎呀，小李，你快醒醒，别睡了，快起来！
快起来，起来！王妃这是一大早就来给本王投怀送抱吗？谁要投怀送抱？你有病啊！明明是你自己主动的。我只是想来告诉你，我们这次成功了，街上甚至都有人出去谱曲传唱你的诗。那不是我的诗，我要睡觉了。圣旨到，传皇上口谕，召燕王萧廉，结燕王妃云秀和，即刻进宫。低着头干什么？抬起头来！你这张脸长得这般像你母妃，怎么就不争气呢？儿臣让父皇失望了，也不能都怪你，是朕对你疏于管教。看来这皇帝对萧廉也没有那么坏，是恨铁不成钢啊！你可知错？你可知错？儿臣不知，请父皇明示。哼，还在这跟朕装糊涂？中秋诗会那首诗，是你自己写的吗？没理由啊，清代的诗，皇帝怎么会知道？还不说实话，那诗分明是你母妃所作。什么？萧廉的母妃为什么也会这首诗？不会真的这么巧吧？那个皇上，你误会了。启禀陛下，这首诗是我在整理母妃遗物时发现的，儿臣是过度思念母妃，所以才写下了那首诗。朕就不追究了，你回去替朕给你母妃上炷香。想不到皇上也是个大情种。启禀圣上，鸿胪寺少卿元康在殿外求见，说有要事禀报，许愿他进来吧。启禀圣上，今天早上收到一封不列颠国的书信，所谓何事啊？请皇上恕罪，鸿胪寺唯一懂该国语言的老大人昨日刚刚中风卧床不起了。治国就无一人可用了吗？皇上，皇上，我会。您居然懂英格力学？信上说不列颠国感谢我朝助其赈灾，已经派使者携贺礼向我朝来往了。小国原本与我朝并无往来，连鸿胪寺的人都不懂其语言，一个闺阁女子如何能懂？回皇上，小女自小爱看些杂书，恰巧看过该国几本小册子，略懂一些皮毛。不错啊，丞相果然教女有方。莲儿，朕给你选了个好王妃呀。谢父皇。好了，既然这样，此次使团接待就一并交由你夫妻二人与鸿胪寺一同负责，莫要朕再失望了。臣拜见皇后娘娘。袁大人何事？刚刚陛下将接待外国使团的差事派给了燕王殿下。什么？岂有此理！外国使臣历来都是由太子替天子接见的。娘娘息怒，臣定当为娘娘和太子分忧。你看着办吧，少不了你的好处。是。贱人，当年赢不了，废我儿子也休想！你们都给我警醒着点儿，按照王妃的吩咐准备好食材，若有闪失，拿你们试问。奴才都是按您的吩咐做的，这能行吗？还没熟呢。我说行就行，去吧。既然都是说英语，那饮食习惯应该也跟现代的欧美差不多吧？皇后派人来了。是的，王爷，我们的人也安排了。你现在还有心思钓鱼？嘘，我跟你说，这池子里的鱼最肥了。哎，你可别吓跑我的鱼啊！你给我起来！你给我去见见使臣。好了，你自己懒的事，你自己去嘛。我这么做都是为了谁啊？疼！好，我去。走快点！来，大家今天都欢聚一堂，咱们一起举杯，共饮一杯啊！你真的能听懂他们说的话吗？7七8八吧。不过你看他们不吃的挺开心的吗？你最好真的能听懂，不然看你怎么跟父皇交代。糟了，是苦心人，完蛋了！这回我们要倒大霉了。肚子好疼，救救我！你会说中文？你放心啊，我一定会想到办法的。别动绿豆汤，能解毒。熬绿豆汤已经来不及了。来人啊，去御膳房找些白萝卜来，捣成汁给使臣们喝了。这人认真做事的样子还挺帅。燕王殿下，使臣们是误食了苦杏仁导致的中毒，幸亏您处理的及时，见下已无大碍，很快就能恢复。还好是虚惊一场，不过你懂得倒是挺多的。来人，快带大使回驿馆休息。小的时候，我们母妃教过一些医术。难不成贵妃娘娘真的跟我一样穿越来的？你们二人可真有本事啊！邦交大事也敢儿戏？陛下莫气坏了身子，老三的脾气您也是知道的。
想来只是一时贪玩添了乱。还好是使臣们都没事。调查结果怎么样了？回圣上，大理寺调查结果已出，并未发现御膳房有可疑人物。引发中毒的苦杏仁是燕皇妃她亲自做主买的。没有，我买的是甜杏仁。陛下息怒，玩忽职守，谋害使臣是大罪，但念在他们迷途知返，依我看就不要罚了。把这2个孽障给朕遣送回府，禁足1年。陛下，这不公平！你敢质疑朕？儿臣只是实话实说，况且陛下不能只听一面之词。放肆！燕王妃不懂礼数，欺君罔上，拉出去，杖责20。你们不讲道理，我们自己的差事还会给自己添乱不成？你们真是颠倒黑白！且慢，父皇，中毒之事确有蹊跷，请父皇宣证人上殿。准。徐掌柜，你说说看。7日前，燕王妃带人到草民商号订购了一些食材，其中就有甜杏仁。前日宫中御膳房来人提货，说是订单出了错，硬是将甜杏仁换成了苦杏仁。原来是这样。之后草民越想越怕，当天就带着家眷躲到了乡下。谁知当晚商号着了大火，伙计一个都没跑出来，造孽呀！竟有如此歹毒之人！圣上息怒，仅凭一介商贾之言，恐怕不足为信。那是当然，恐怕这证人早就被灭口了。谁说只有一个证人？带证人。皇上饶命！如实说来，朕恕你无罪。前日福贵出宫办差回来，神神秘秘地跟我说，如果他发生什么不测，就让我把这个交出去，替他伸冤。回陛下，这里是一沓银票、一份提货单和一张字条。岂有此理！何人如此胆大，简直目王法！就是袁大人，是他找的富贵，逼他做的。袁康，做出如此胆大包天之事，难道你就不怕连累你的妻儿吗？我招。来人，将袁绍卿交由大理寺，从重发落。陛下，陛下，他背后肯定有人指使，你要调查清楚啊，陛下。啊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今天会有人来捣乱？哦，你不会一直在跟我扮猪吃老虎吧？喂，今天是不是被本王的帅气给迷倒了？你真是正经不过3秒，你知道自己这样很油腻吗？油腻？小姐，老爷到了。父亲突然到访，所谓何事，不妨直说吧。作为父亲，我好心提醒你，不要再为燕王谋划什么了。他就是个废物，只会连累你，连累我们全家。谁说他是废物？他是我值得信赖的伙伴，是有头脑也有担当的丈夫。你个不孝女，你要打我不成？你究竟是谁呢？好像也没那么重要了。贵妃娘娘难道真的和我一样穿越来的？怎么所有的记录都是说她突然失踪了？难道她穿越回去了？对，她一定是穿越回去了，所以我只要调查清楚她是怎么回去的，或许不用那个太子玉佩，我也能回去，曲线救国。你是说燕王妃在私下查访当年那个贱人的死因？暗卫是这么说的。那还等什么？让下面人做干净。杏儿，你确定是约的这里吗？没错啊，对方说是当年贵妃娘娘身边的宫女。燕王妃哪里走？杏儿，你快走找王爷。王妃，你小心啊！王爷，你没事吧？王爷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王妃，你没事吧？一个活口都不能留。
看够了没有？看够了就给爷上药。哦，你倒是放得开啊！那是当然，姑奶奶我什么猛男帅哥没见过。再说了，你不是我夫君吗？我的意思是，给你换药是我应尽的义务。没劲，我还以为你被爷的魅力迷倒了呢。我看你是伤得不够重了，还有心思不正经。你谋杀亲夫啊！派了3个高手过去，都不是他的对手。这不好说，可能他背后有高人相助。我倒要看看，这位高人能隐藏到什么时候。你干什么啊？睡觉啊？难道你想让我睡地板上吗？哎呦，好疼啊！啊，知道了知道了，你劳苦功高，事大功成，你就要睡里面，方便我夜里照顾你。那个，今天谢谢你啊。不对啊，小脸，你骗我，你会武功，而且还那么厉害。人家也需要自保的嘛。那我之前那些3脚猫功夫打你，你怎么都不还手？爷不打女人。去，往里面去点。你晚上要是敢动手动脚，别怪我把你扔出去。果然是他们。太子这几日频繁进宫，恐怕有什么大动作。有什么风吹草动，立马来报。是，王爷。他们按耐不住了，可是时机还不成熟啊。王爷，你这么早就起床读书，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快来尝尝吧。我特意吩咐厨房给你做的莲子羹，好吃吗？这味道好吃啊。那是当然了，这可是我的独门秘方。他为什么能做出母妃做过的甜汤？难道他和母妃的失踪有关？你先下去吧，我要读书了。你这么爱读书啊？头不疼了？好，你好好读书，我这就下去。太好了，这样一来就能2条腿走路了，稳了。不管是先拿到太子玉佩，还是解开贵妃失踪之谜，我都能回去了。王妃，您的绣功怎么还退步了？太久不绣，手生疏了，生疏了。说好的王爷读书出息，送给他个礼物的。算了，送别的吧。萧脸，这带出去你父亲会笑话的。这不挺好的吗？明天我就要带着他去参加你嫡姐和我皇兄的婚宴。今日说纨绔王爷浪子回头金不换，荒唐王妃御夫有术望夫君。这也太离谱了。老实说，你之前是不是都是装的？看来我的王妃也没那么笨嘛。好啊，你居然之前一直利用我。走。想不到这做妾室的都不能从正门进来。妾室吗？连这嫁衣都不能穿正红色，是不是一会儿还要给正室进茶呀？哎呀，这做妾室可真惨，还好我是嫁给王爷做正妃。云秀和你够了，来人，把他给我轰出去！我和王爷来参加你大喜，有什么问题？说的好听，你不就是来看我笑话的吗？你不就是嫉妒我能嫁给太子吗？侧妃又如何？总好过你嫁个废物。你说谁是废物呢？现在全京城谁不知道我家王爷早就浪子回头了？这个云秀和难道真如外面传的那样旺夫？殿下，今天就到这儿了。开不开心啊？开心。这个给你吧，就当做本王给你丑荷包的回礼。我不要。这个是我母妃给我的唯一遗物。派去调查的人毫无音讯，所有线索似乎都断了。贵妃娘娘，你给我点指引好不好？今天的事我都已经听说了。本来太子娶侧妃我不用过问的，
但是当众出洋相，敢打我景儿的脸面。娘娘说的是微臣教女无方，请娘娘责罚。责罚就不必了，不过你确实该好好管教管教，都这样下去，迟早坏了我们的大事。殿下，西月从小到大就没有受过这么大的委屈，求您帮西月做主啊！嫁给孤作侧妃，委屈你了？不是，没有，我没有这个意思。不知所谓。殿下，云秀禾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想不到莲儿的棋下的可以啊！是小时候母妃教的臣。你母妃的棋是朕亲自教的。父王，要不我们就和了吧？是朕疏忽了。对嘛，这样多好。是以前儿臣不懂事。父皇可是有要事要处理，那孩儿就告辞了。无妨，不过是几个老顽固，吵着让父皇想办法赈灾。边境连年战乱，国库早已虚空。父皇，儿臣倒是有个混法子。说来听听。哎，慢点吃，这皇宫里都不管晚饭的吗？父皇赐宴了，但是边说边吃，我没有吃饱。话说，你到底给皇上出的什么赈灾的点子啊？馊点子。没想到父皇居然信了老三的话，让我们出钱出来赈灾，简直欺人太甚。他倒是在父皇面前落了好，让我们出钱为他买功绩。这种阴招，不就他这个败类想得出来？我呸！他能有什么钱？还不是看我们家那业大，逼我们就范。姐姐，你们看他多得意，就是他教唆那个废物燕王在圣上面前挑唆，捐出家产赈灾，平时就不多主动，看样子这是铁了心要跟咱们作对了。就是我的夜明珠，我的琉璃盏，还有我的田庄铺子。那今天咱们就教训教训他。妹妹，咱们再怎么样也是血脉相连的姐妹，姐姐以前有做的不周的地方，妹妹多担待。以后我们同为皇家儿媳，自然要互相关照才对，你说呢？这茶香四溢的，鸡皮疙瘩都快起来了。姐姐说的是啊，不过我们还有事，就先走了。妹妹何不多留一会儿？殿下早上还说要同几位殿下一同在府上商讨赈灾的事儿，妹妹同燕王殿下一起回去，岂不是更好？我视线殷勤，非奸即盗，不知道又憋了什么坏，要不陪她玩玩？是啊，姐姐。那我就留下吧。不过凭什么姐姐说让我留我就留？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你拿我怎么办？来人，给我绑起来！姐姐这是想和我练练啊，那就别怪妹妹了。王妃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，他们才有事儿。难怪外面都传这个女人旺夫，这个云秀禾有点意思，这才是能助夫君成事的女人。太子殿下，求你为我们做主啊！够了，还不嫌丢人吗？没想到你也会功夫呀。那当然，我可是专门练过的。那我就放心了，以后靠王妃来保护我。我才不保护你呢，你那功夫可比我强多了。到底救不救？不救不救！你个小毒妇！想不到英勇一世的大王爷还要王妃去救。王爷，宫里来人，宣您进宫议事。云小禾，你在干什么？这种感觉好奇妙，动心的感觉。莲儿，上次赈灾的事情你处理得不错，今日都城外大量流民安置问题，就一并交由你来负责。儿臣遵命。退下吧。莲儿最近是越来越上进了，你说是否可以当做储君培养？奴才不敢妄议。萧脸最近出了不少风头，这次再把爱民如子的公关形象立稳了，我的太子养成计划必然再上一个台阶。来来，每个人都站好，大家不要着急，不要着急，每个人都有份。燕王和燕王妃可真是活菩萨呀！是啊，不仅能让大家吃饱饭，还给我们发些盘缠回乡。对对，说是不想回乡的，就在都城周边给安排户籍，还分粮食、薄田、活命呢。这样的好事儿，那真是打着灯笼都找不着。我一会儿就要去登记。哎，这粥怎么发霉的？是啊，本来就没几粒米，还是发霉的，这也太不把我们当人了吧？这发霉的怎么吃啊？去查查到底怎么回事，去粮仓看看。他们未免也太得意了些。告诉我们的人按原计划行事。
三弟啊三弟，如今你锋芒毕露，真当姑看不出你想要做什么？王爷王妃，我查看过了，粮食都湿了，怎么会这样？这种天不过放2天，怎么就会发霉？啊，我检查过粮仓了，原本都好好的，现在粮仓房顶上有漏洞，应该是有人故意搞的。真是好算计啊！这么多人命也敢算计进去吗？真是可恶！这大灾必有大疫，娇安，快去请太医过来熬药。把燕王给我拿下！王爷、王妃，我们该怎么办啊？小姐，你不能去，太危险了，要守什么3长2短，希儿该怎么办啊？是啊，王妃，现在整个王府都指望着您呢。太子寄过来军队，因为防止闹事，还派来大量军队值守。你要是去了，格杀勿论啊！2天了，派出去的人没有一点消息，我们这样也不是办法呀。王妃实在要去的话，就带上贝芝一起吧。希儿姑娘放心，我们拼了这条命也会保王妃安全。小安，王妃，你们先走，我殿后。今天谁也别想走，给我拿下！是你，我。哦，你是那天那个登徒子。哦，你是那天那个登徒子。王妃，咱们还是别查了吧，都过去这么多年了，贵妃娘娘身边的人都不知道去哪儿了，怎么查啊？小声点。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我也是好意啊，大将军。你是女的，你跟当时那小贼难道是一伙的？那个小将军，咱们借一步说话。少来这套，本将军才不会中美人计呢。你倒是想，我是说我的身份不方便直说。你，你看我跟王爷也跑不了，不如你听我说完再做处置。如此，这般。所以你说燕王是冤枉的？可我收到军令是把守粮仓啊。你保护呗，我们只是拿证据，不动1颗粮食。好像也对啊。是大人。大人，果然不出他所料，屋顶上的瓦片确实被人撬毁了。你看这个痕迹，倒像是3棱角的器具，不像是普通刀剑所伤。3菱形哦，太子的军队就是3菱形剑。如此说来，物证有了，人证也不愁了。燕王殿下冤枉，求陛下开恩面见。燕王殿下冤枉，求陛下开恩面见。还不给我起来！别在这丢人现眼，回家去！燕王殿下冤枉，求陛下开恩面见。传圣上口谕，宣燕王妃觐见。来，过来，跨过去，快点啊！站着。不是我在里面都被关了好几天了，你就给我吃豆腐宴？你懂什么呀？这叫清清白白，电视剧里都是这么演的。你赶紧吃吧，后面还有别的项目呢。过来，你看，这是我特意吩咐下人给你准备的柚子叶，洗去晦气。一起洗啊？谁要跟你一起洗啊？你屁痒是不是？冷静，有点出息好不好？你的宝贝女儿可真厉害啊！不但把萧莲放出了大牢，还害得我景儿被禁足。皇后娘娘恕罪，臣一定好好教训她。你教训得了吗？人家现在可是万人称颂的燕王妃，是能把废柴顽固调教成栋梁之才的女中豪杰啊！她就是上了天，也是我云府的女儿。您放心，我有的是办法拿捏她。本宫不是要你教训她，本宫要的是萧莲从眼前彻底消失。去吧，不要再让本宫失望。王妃派出去的人也有消息了，唯一的线索指向颍州，有人在那附近见过贵妃娘娘当年身边的人。兖州有新线索，马上来报。早上丞相府的人来了，说是赵姨娘从庄子上养病回来了。您看，您要不要回去看看？不去。赵姨娘是谁啊？姨娘可是您的母亲啊！啊，对，我的母亲。你看我这忙活的，为了您的婚事不肯屈服，说好是为了养病，其实还是怕她在家碍事。走，我们去看看。娘，赵和妈，想不到这个女主的母亲跟我妈妈长得一模一样。你受委屈了。娘，你放心，我一点都不委屈。太好了，我这颗心算是放下了。
王爷呢？怎么没和你一块儿回来？娘，王爷他陪皇上进宫下棋了。今天爹叫我叫得急，过2天我一定带他回来，好好见你。见到你也就放心，快回去吧。回娘家哪有不吃饭就走的道理？你跟我过来，有话跟你说。你有话不妨直说吧。爹都不叫了吗？就直接说正事，免得浪费时间。这个收好了，回去放到萧莲的饮食里，要做到神不知鬼不觉。丞相大人凭什么觉得我会听您的吩咐？就凭你是你娘的好女儿。你什么意思？你若乖乖行事，我便让她在府中安度余生，否则你竟然用娘的命威胁我！成大事者不拘小节。好了，你先下去吧。小何，王妃呢？王妃说亲自给您做好吃的。我该怎么办？你若乖乖行事，我便让她在府中安度余生，否则小脸，我特意给你做的好喝的生滚鱼片砂锅粥，你快尝尝。还真是辛苦王妃了。跟我还客气什么？快点喝吧。你真的希望我喝吗？你今天话怎么那么多？那你趁热喝了。我不喝，有股鱼腥味儿，不如你自己尝尝看。够了，他们到底给你什么好处？你至于搭上自己吗？你在说什么？想必是丞相派你过来探视我的虚实的吧？如今我逐渐得势，就想用一碗毒粥来了结我吗？你误会了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你怎么能这么想我？不必说了。念在以前你救过我的份上，我们还是不要再见面了。无论我为你做什么事，都没有相信过我，是不是？不配我的信任。你别后悔。小姐，我们去哪儿啊？天大地大，总有我们的去处。本小姐带你好好潇洒潇洒。能行吗？就我们2个。怕什么？我们有钱。不要过来！不要过来！我分明说的是情，没想到他们竟然这么粗鲁。抱歉。太子殿下，这又想整哪一出啊？我听说你被萧烈休了，不如这样，你跟着我吧，给你一个新的身份，你就是我的侧妃。有什么好笑的？萧烈没有休我，我们只是在闹别扭，你懂吗？我改变主意了，发现你的确很旺夫。救命！救命啊！萧烈！萧烈，救命啊！萧烈，竟敢打我！我打的就是你，你没事吧？以后再敢动我的女人，我就打死你！清楚你自己在说什么吗？我说，以后再敢动我的女人，我就打死你！对不起，误会你了。知道就好。不想这么多了，还是后面找办法救姨娘吧。想不到在这个世界上买个胡椒粉这么难，还要找胡商才行。其实我一直认为我母妃的失踪可能和你有关系。我这些年一直积蓄力量，为了有一天为我母妃报仇。其实我也有事瞒着你，我不是真正的云秀禾，我叫云小禾，我跟贵妃娘娘一样，来自一个很遥远的地方。小禾，不管你是谁，不管你来自哪里，在乎的只有你。做我的女人。想不到母老虎也会害羞。
你说谁是母老虎啊？你啊，这全都城的人，谁不知道你是我的娘子？好了，干什么啊？你再睡会儿，别闹了，在家帮我收拾一下行装。什么行装？等我晚上回来再告诉你。不行，我还是得想个办法，尽快把赵姨娘接出来。回娘家也能遇见脏东西，晦气。特意挑了便宜爹不在的时候来，没想到还是遇见你这货，也是倒霉。你让开，没工夫和你斗嘴，我去见我娘。去找你娘讨教怎么勾引男人吗？你来晚了，恐怕是见不到了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把我娘怎么样了？诫命一条，当然是想怎样就怎样。快把我娘交出来！住手！你放了月儿，你个小贱人！你再不交出我娘，别怪我不客气。我倒要看看你怎么个不客气法！你个孽障！你是笃定我不敢下死手吗？云中，娘，造孽呀！这个养不熟的白眼狼，要是我的月儿有个3长2短，我也不活了。来人，把这个不孝女给我拿下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把这个孽障压下去，家法处置。住手！放开他！王爷，没事吧？没事，可是我娘。此次前来正为此事。云丞相接旨。哀家年迈，愈加思念，当年身边无一人倾听，云氏亦一心向佛，传其即日起进宫办哀家起居礼佛。谨遵懿旨。真没想到你竟然什么都知道。不要小瞧你的男人。真是说你胖你就喘，只是没想到秀禾的娘竟然是太后身边的人。赵姨娘曾经是太后的陪嫁宫女，太后甚是想念，所以我们顺便也尽孝了。这样我也安心了。总之，谢谢你。怎么个谢法呀？听说陛下要派萧莲去兖州巡查水路，路途遥远，你可明白？母后放心，已经做好万全之策。王爷什么差事这么急？父皇派我去兖州巡查水路，即刻启程。兖州那不正是探子说的有贵妃娘娘亲信线索的地方？能不能带上我一起啊？就当是度蜜月。度蜜月就是我家的规矩，新婚夫妇要一起旅行一次。我也很想带你去，但是此次前去极为凶险，你还是在家好好等我吧。放心吧，我会保护好王爷的。这种关键上风环节，我怎么能不在现场呢？王爷，我舍不得你。我又不是不回来了。呸呸呸！你说什么不吉利的？王爷一定要平安回来。好好好，我答应你。王爷，你都走了大半天了，停下来歇歇吧。今天你怎么婆婆妈妈的？晚有人。皇妃。小何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抄了近的，厉害吧？你怎么来这里了？我要度蜜月。唉，你堂堂一个大王爷，出门在外就吃这个？出门在外嘛，有的吃就不错了。是吗？那我可是特意为你准备了好吃的。既然你不吃的话，那我就只能自己吃了。太香了吧！不好，有山匪！莲儿应该已经在路上了吧？传令，让白启年明日启程带队，暗中保护莲儿。是。阴前女人留下，让你们不死。这位好汉，有话好说。我们出门匆忙，没带多少银两，女人嘛更是没有了，要不然通融。
混蛋，学我说话！你们跑不了了。老大，这女人不错。看什么看？王爷，你跟王妃先走，我殿后。留下他们！大家小心！糟了，看来这是在山匪的老巢，萧脸他们不知道怎么样了。小美女，这帮小兔崽子，一点也不懂得怜香惜玉。你再过来！小娘们挺烈呀！跪下！和我在一起的那些人呢？天色太晚，没来得及处理。打算怎么处理？说。准备砍了头子换钱。说句话真费气。嗨，不就是江湖吗？我懂。拿出来。是什么？拿出来吃了。快点儿。吃。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梅超风的名号？算了，也不怪你们这群山匪孤陋寡闻。实不相瞒，在下就是梅超风，这个就是我亲自研发的世界剧毒含笑半步癫。癫，是什么癫？含笑半步癫啊，就是你吃掉它7天之内，如果笑或者是走路，就会癫狂致死。至于这7天之后嘛，姑奶奶饶命啊！姑奶奶饶命！不过你要是想活命啊，也很简单，只要这7天内我给你解药就行。有事您吩咐，小弟一定尽力去办。还不快把我的人带上来！带上来！大哥，放！小兔崽子，放！小何，他要是敢对你怎么样，我就……他不敢，他们现在都以为我是美女侠。啊？对，女侠说的对。多谢二弟，我们就此告辞，你和兄弟们多保重。要。你看我这记性。来。大哥，你没事啊？你都笑了。多谢大哥，日后有用到我张彪的地方，尽管吩咐。嗨，小事儿，那个，我们走吧。你撤。王爷，天色不早了，就在这住下吧。距离兖州也不远了，不妨我们就在这儿休息一下吧。哎，老板娘，客满了，诸位换一家吧。老板，今夜天色已晚，我们还有女眷，不妨就留我们住一宿吧。干什么啊，老刘？快让客人进来呀！那进来吧。你有没有发现这里怪怪的？不错啊，居然被你发现了啊！这是黑店，黑不黑，今夜就知道了。老板娘上菜。客官，慢用。真是太好了，这样子很快就会抓到凶手。你能不能安静一会儿？你就一点都不兴奋吗？兴奋不应该是害怕吗？你是个女的。女的怎么了？我可是美女侠。来人了，躲起来！药量用过没？放心吧，
就是一头牛也倒下了。女的送柴房，男的送后厨。那男的呢？大爷饶命啊！大爷饶命啊！你这个狠毒的女人，明天就抓你去官府，除了你这个祸害。别过来！别过来！都别过来！姑娘，你别怕，我们是来救你的。救我的？我帮你把绳子解开。谢谢这位夫人。姑娘，你是住店被迷晕，被关在这里吗？家中可还有亲人一起？是了，我与父亲一同赶路至此被害的，已经2、3天了。父亲估计……姑娘，你家住何处啊？我可以派人送你回去。我已经没有家了。这家黑店真是害人不浅。夫人，我已经没有家了。我愿意当牛做马，报答您的救命之恩。求求您，收留我做一个使唤丫头吧！求求您了，我求求您了。这样，你到燕王府找我的贴身丫鬟杏儿，她会安顿好你的。谢谢夫人，谢谢夫人。糟了，小李，他们跑了，快去追！气死我了，居然让他们给跑了。明日我让萧安给当地官员写封信，让他们自己解决。卑职恭迎燕王、燕王妃。二位大人，快快请起。卑职特在府中备下接风宴，还望王爷王妃赏脸。那个孙太守不像什么好人啊！来，让我们共同举杯，敬王爷王妃。2位贵人莅临兖州，实在是我等荣幸啊！王爷此次前来，想必是要好好查清历年账目的吧？这只是我此次来的目的之一。是该好好查查，不然有些旧账都让老鼠给啃了。总兵大人就爱开玩笑，2位别介意啊。对了，给2位安排的住处，王妃可还满意？都挺好。孙大人有心了。孙大人，不好了，着火了！什么？赶紧先去救书房。小安带着王府的家丁，帮孙大人好好救火。是，大人恕罪，火势实在太猛了，小的们尽力了。是不是书房和账房都烧没了？这可如何是好啊？下官呀，岂不是解释不清了？孙大人，你这未免有些太着急了吧？此火烧得如此蹊跷，王爷可是会好好查清楚。真香！你别说，我还真饿了。叶秋娘说你醒了，我便让下人准备了点吃的，这都是当地的特色菜。好多天没吃一顿正经的。起火的原因我调查清楚了，是府上的下人所致。这么快？你不会一直没睡觉吧？我没有事，可能跟孙太守有关。孙太守果然是这样，我也一直觉得他话里有话。这个吴总兵可能是个突破口。你们来干什么？吴大人，今天我们来是想和你了解一下孙大人。对这个人我没什么好说的，你们自己去查一查就知道了。吴大人，您跟他共事的时间长，我想了解他自然多一些，想来听听你的意见。听了又能如何？你们真能管得了吗？还是回去做你们的逍遥贵族吧，这里的水太深，不适合你们。看来得先让他信任我们才行。这府里怎么都没什么人啊？听说这吴总兵从未纳妾，只有一妻一子，家里佣人更是少得可怜。这么说，这吴大人是个好人呐。你们还来干什么？你们来干什么？这里不欢迎你们，人都已经死了，你们还来这里干什么？还不放过我们吗？滚啊！算了，这种人不值得我们可怜。
气死我了！明明是好心好意，他居然不识好歹。不是你想象的那样。对了，刚才在推搡间塞给我了一张纸条。城南方家铁器铺，王爷，这是何意？我们先回驿站。小安，你先暗中调查，以免打草惊蛇。是，王爷。小何，盒子我已经找到了。没想到，他竟然与外邦有勾结，他应该就是一个马前卒，他的背后一定还有人。那他的主上会是谁呢？为了以防万一，你将这个证据先收好，送到城外藏起来。王爷王妃，不好了，孙太守反了，正带人过来呢，你们快走！今天你们谁也别想走！对不起，是我连累你以身试险。王爷，夫妻一体，同生共死是应该的嘛。曾经我觉得老天爷怎么如此待我，自从遇见你，我发现老天爷对我不薄。我也一样。王爷，以前在现代的时候，男生见着我都躲着，我还以为我这辈子都不会谈恋爱，没想到老天爷给了我这么好的一个夫君。等我们出去以后，我们就找一个安静的地方，生好多好多的孩子。这些事恐怕都跟太子脱不了干系。这次如果能活着回去，太子倒台，萧脸真的当了太子，我拿到太子玉佩，还要回到现代去吗？哟呵，二位挺有雅兴的，都这个时候了，还有心情卿卿我我？孙有才，好大的胆子！识趣的话，就赶紧把我们给放了，还能饶你一条狗命。都这时候了，你还给我神气什么呀？什么狗屁的皇亲国戚！姥姥，你来人，上毒酒，请吧，给你们两个留个全尸，我已经是仁至义尽了。我去你娘的仁至义尽！你今天要是敢动我们一分，我让你9族都没有全尸。放心，我会做的神不知鬼不觉的。你，反正我们也走不了，不如你就告诉我，到底是谁想杀了我们？好，就让你们当个明白鬼，到了地下别来找我寻仇，要找就找太子。果然是他！住手！把他们给我拿下！王爷王妃，你们没事真是太好了。来人，把这个乱臣贼子给我拿下！王爷饶命啊！都是太子逼我的。你的事先不必说了，赶快让你的人速速退下。我奉陛下之命，暗中保护王爷王妃。昨日收到王爷送来密信，我们也是提了一颗心。不管怎么样，还是谢谢白将军。我已经拿到了太子和孙太守同谋的证据，明日便回宫复命。这次人证物证俱在，我看那个太子这回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我总是会觉得一会儿还是会不太平。总之不到最后一刻，我们不能掉以轻心。大哥，他们来了。上！什么人敢拦官家的路？拦的就是你！上！对方人数太多了，我们不得硬拼。带着王妃先找个地方隐蔽，我把他们往旁边引，回头我们再会合。小脸，小脸，你别吓我呀！你快走！我不走，你不走，我也不走。小脸，小脸，小脸，这么烫，一定是伤口发炎。小脸，你忍着点。小何，你现在很虚弱，先不要说话了。这不是给张彪的解药吗？这什么张彪给的解药啊？这是我出宫前跟太医要的，还真当我是什么美女侠呢？我夫人真是个妙人。小脸，小脸，还有没有人呢？救命啊！小脸！小脸，我一定会带你离开这里。
娘你醒了。这是哪儿啊？萧凛，你看见我的夫君了吗？他呀，并无大碍，在里边休息呢。我们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啊？我这里是东篱小筑，是我隐居的地方。昨日我上山采药的时候，看见你们昏迷了，就把你们带回来了。小何，萧凛，萧凛，你醒了，你醒了也不告诉我一声，有没有感觉好一点啊？放心吧，我已经没有事了。这位是贵婆婆，此次多亏她搭救我们，你身上的毒也是她解的。多谢贵婆婆。你现在呀，没有性命之忧，只是你中的毒太霸道了，恐怕需要静养一段时间。哎，你这是哪里得到的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想不到居然在这儿遇见了，三殿下都长这么大，让嬷嬷好好看看。你可真是贵嬷嬷，当年儿臣虽小，但也听母妃提起过嬷嬷，是上了年迈的人。如今，您这……哎呀，这都是我老头子的功劳，他把我带出宫，在那边调理身体。谁知道后来我怎么变得年轻呢？你看，那药师前辈他也住在这吗？他已经不在了。那婆婆，贵妃娘娘可出现什么性情大变之事啊？确实有，就是在落水以后，她好像变得有些通透了，有时候经常会说一些奇怪的话。婆婆，你可知母妃当年为什么会凭空消失吗？那还能为何？不就是那个曹皇后害的吗？她嫉妒娘娘被皇上宠幸，她把娘娘当成眼中钉肉中刺。儿臣绝对不会放过她。娘娘，您和殿下又闹别扭了，围猎怎么没有一起去啊？终究还是我要求的太多。等陛下这次围猎回来，我会找他谈谈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皇后娘娘来了！该来的，总归还是来了。嬷嬷，我今天恐怕凶多吉少，你拿着这个快走，这是我留给莲儿的，拜托你，在莲儿长大成人后，务必交给她。我想让她知道，她母妃究竟是什么样的人。快走，走啊！给我把这个贱人抓起来！皇后娘娘，妾身不知犯下何罪。本宫动你，还需要什么理由吗？还愣着干嘛？三殿下，这是当年娘娘留下的遗物。谢谢婆婆。这件事儿一直是我的心病，算着你也该长大了，想着过段时间去趟都城，把这个亲自交给你，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了。这也许就是冥冥的天意吧。婆婆，幸好这次有你，不然我们俩恐怕就凶多吉少了。劳烦婆婆，你先出去一下，我和王妃有话要说。打开看看吧，也许你母妃有很多话要说。这不是我穿越过来看到的那块玉佩吗？莲儿，很遗憾，妈妈不能陪你长大了，你不要吃惊，妈妈来自另一个未来世界，那里的孩子管母亲叫做妈妈。果然是老乡，这贵妃娘娘居然也是用这块玉佩穿越过来的。这太子玉佩，想不到居然有2块。难道你也想回去吗？但是娘娘也说了，这是要特定情况才能回去，不是想回就能回的。可是母妃也说了，她是不舍得我和父皇的，主动放弃了回去的机会。你会为了我留下来吗？我还没想好。这个就放在你那儿，什么时候想清楚了，你再来告诉我。好了，别想他了，我们只要在一起，只要开心，难道不好吗？想不到你这半个月恢复还挺快。贵嬷嬷的药果然厉害。就是不知道这么多天没有我们的消息，外面的人会不会着急啊？白启年应该快过来了吧？王爷，王妃，这半个多月，我把附近的山都翻了个遍，这地方实在太隐秘了，果然是个居住的好地方。王爷，你可下次卑职了。这几日我与白将军
提心吊胆的找你们。本王这不好好的吗？王爷和王妃吉人自有天相。对了，孙有才呢？被他给逃了，对不住王爷，是我们没用。这不能怪你们。王爷，现在我们是直接回都城吗？这里应该离汝南郡不远，我们顺便去那里看看情况。看清楚了，是他们千真万确，如今已到府衙。哼，居然主动送上门来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真是冤家路窄呀！孙大人，真是太想念我们了吧？死到临头还耍嘴皮子！来人，给我拿下！孙大人未免太心急了吧？既然你已经出牌了，那不妨应该看看我的了吧？没想到你们是有备而来呀！没办法，这一路吃太多亏了，学乖了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们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正愁孙有才跑了，去哪儿找证据？没想到孙大人自己送上门，你倒是挺得意。没办法，运气来了，挡都挡不住。看来今晚适合去赌坊玩。你敢去一个试试？试试就试试。你跑什么呀？我也没说不让你去，我和你一起去。习惯就好。哎呀，终于回来了！王爷、王妃，希儿，你们终于回来了，可想死星儿了。哎呀，希儿，我想吃刘记一口酥，我想死这口了。放心吧，王爷早早来信，早已为王妃备下了。说吧，还想吃什么？你真好，那我还想吃芋圆奶茶。那我们赶紧去喝吧，走走走走。哎呀，可想死我的床了！哎呀，哎呀，我也想死，想死我的娘子了。我们不是天天见吗？那能一样吗？我想是该不回来了。哎，对了，你不用跟皇上说一声吗？今日宫门一关，明日一早我便进宫，直接挑明，免得多生事端。王爷，王爷，不好了，王妃出事了！什么？王妃，有话好说，千万别伤王妃。秋娘，我平日待你不薄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对我？少废话，快把你们手里关于太子殿下的证据统统交出来，否则别怪我心狠手辣。萧莲，别听他的。所以这一开始都是你们设好的局，是又怎么样？那只能怪你们蠢。不是我们蠢，是我从不把人往坏处想。你们也别怪我，我也是被上面逼的。你有什么话可以跟我们说，兴许我们还能保住你。少啰嗦，燕王殿下，快选吧，到底是要你唾手可得的太子之位，还是要你的宝贝王妃？放了王妃，我保证你不死。站那儿，别过来！萧莲，别听他的，快选吧，燕王殿下，我可没有那么多的耐心。好，我选，萧安。王爷，既然做出了选择，那就快烧了吧，快！不要啊，萧莲，这是证据，再想动太子的话就难如登天了。好，燕王殿下，我秋娘敬佩你。王妃，好歹我们也算相识一场，我这也算还了你一个人情了。这个男人值得托付，好好珍惜吧。王妃，为什么会这样？王爷，都怪我。怎么能怪你呢？人没事就好了。可是证据没了呀。证据没了，我们可以再找。是，我们还有个证人，把证人带上来。孙太守在牢里自杀了。我果然早就留了后手。我得立马回宫禀告父皇。
我就不信了，绣个破荷包还能比9年义务高考还难。王妃，不好了，王爷被治罪，关进大牢了。什么？王妃，咱们王爷被人陷害了。听出来的官员说，他被人指证在兖州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，还烧了太守府，害死了孙太守。真是颠倒黑白，这后招在这儿等着呢。小安，备车，我要面授。是。说说吧，有什么话是你死活非要见朕，还要屏退左右才能说的？小荷斗胆请陛下看一封故人书信。哦，什么故人？贵妃娘娘。大胆！贵妃娘娘已故几多年，何来书信？你可知欺君该当何罪？儿臣不敢欺瞒陛下，但此信是贵妃娘娘临终前亲笔所写。儿臣这次随王爷南巡，机缘巧合下得到此信。梅儿，她真的留了书信。梅儿，是朕对不起你。陛下节哀。让你见笑了，贵妃终是怪朕呐。陛下，其实贵妃对您的爱根本不用言语来表达，她为了你放弃了她唯一一次回家的机会，就连被人害死前对孩儿的嘱托，也只有不要对您心生怨恨。难道这还不够吗？你说什么？贵妃是被害死的，不是失踪了吗？陛下，让儿臣给你讲个故事吧。可恶，竟有此事！小荷，你确定你说的话都是事实吗？确定。陛下可以先选中我说的方向，派人暗中调查，如若不实，小荷愿意承担任何惩罚。朕知道了。先退下吧。对了，陛下，此次我随燕王南巡，他真的没有做过一点对不起您的事。好了，朕自有定夺。已经3天了，王爷那还是没有什么消息吗？听宫里人说是要从重发落，可惜那调查结果迟迟还没有出来。这样坐以待毙也不是办法，我们得……王妃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，外面都传开了，今早陛下下旨废后了。什么？这么快？你这个不孝子！父皇，母后与您几10年夫妻情谊，她即便没有功劳，也有苦劳，你就看在她辛苦养育孩儿的份上，你就收回成命吧。不要再说了，朕心已决。父皇，那儿臣呢？您对儿臣可有半分舐犊之情？不要再说了，否则你这个太子也不必再做了。谢过父王教诲，儿臣明白了。父皇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既然你不念父子之情，也不要怪我不顾君臣之义了。朕今日乏了，你回吧。儿臣今日来可是特意给您送糖水的，喝了心情会变好哦。您尝一尝。这汤是跟谁做的？是当年贵妃娘娘身边的贵嬷嬷教儿臣的。好多年没尝过这个味道了。皇上，王爷是您和贵妃娘娘唯一的孩儿，也是贵妃娘娘唯一的牵挂。您看，要不儿臣先给他带回去，等调查结果清楚了再发落。朕的莲儿好福气呀！陛下大事不好了，太子殿下带人叛军杀过来了。这么快？陛下，我们快躲一躲吧。朕就在这儿等那个逆子。哎呦，我的万岁爷啊，这可是大事啊！太子殿下杀过来了。太子殿下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又见面了，你个老东西！怎么连父皇都不叫了？你从未当我是儿子，我凭什么叫你父皇？但凡你对我和母后有半点情谊，
今日你我都不会兵戎相见。你们筹备这么久，真的甘心放弃吗？父皇就是父皇，什么都瞒不过你。你还知道自己是朕的儿子？我看谁敢！父皇，皇兄，你以为找个死尸摧毁我的证据就可以了吗？我早就知道你有这一手，所以我让白启年暗中保护了真正的证据，进了宫。早就串通好了是吧？所以你治他的罪，扒除我母后，就是为了要逼我起誓。朕从未逼你，所有的选择都是你自己做好。朕是给过你机会。机会？那母后呢？可曾给过她机会？她这么爱你，你却为了一个贱人……朕所爱之人，从来只有贵妃一人。朕可曾亏待你们的母子？终于承认了。不说我也知道，在你看来，出生就是个错误是吧？皇兄，大局已定，你还是放下武器吧。凭什么？就凭你是那个贱人所生。这些年你无论做什么错事，死老头一样宠爱你，从未将我看在眼里面。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好了，把他给朕带下去，等候发落。我看谁敢！死老头，姑就算是死，依旧是太子。我儿，圣旨到！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皇三子萧廉，日表英才，天资翠美，心系百姓，救驾有功，兹警告天下，宗庙社稷，授以册宝，立为皇太子，钦此。谢皇恩。太好了，小脸，我们终于成功了，小脸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小安真是太好了。公主，主子，说好了出来散散心，你怎么看起来还是闷闷不乐的？许是这里的糕点不合我胃口吧。臣恭喜太子殿下，娘娘有喜了。你说什么？太子妃娘娘有喜了！恭喜太子太子妃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！爱妃，你听见了吗？我们有孩子了，我要当爹爹了。看你那傻样。王妃，这是太医给您开的安胎药，您趁热喝了吧。我可不喝，我最讨厌喝中药了。谁来我也不喝。乖，把药喝了，这是你最爱吃的蜜饯，吃一颗绝对不苦。现在我也要有孩子了，我是不是也要像当年的贵妃娘娘一样，需要做出艰难的抉择？有完没完了？让不让人睡觉了？真吵！主子，该起来了吧？这都日晒三竿了，总躺着也对孩子不好。乖，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吃的了？我要吃榴莲千层巧克力蛋糕，我要喝奶茶。这还不简单吗？我请全都城最好的点心师傅，你想吃什么就跟他们说，让他去给你做。我不信，你做一个我看看。主子，这就是你说的珍珠奶茶吗？真有那么好喝吗？那是当然，不信你喝喝。好喝好喝。好喝，回头让府里多做点，让大家都尝尝。主子，您是不知道，现在大街小巷都传开了。传开什么？听说当初妻管严的燕王殿下已经变成了宠妻狂魔的太子了，夸主子您是御夫有术。小何，不走了好吗？什么走不走的？大晚上的，快睡吧。我知道，我从来都没有正式跟你说过挽留你的话，我会一辈子对你好。如果没有人天天揪我耳朵，追着我打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？好吧好吧，真是败给你了。
既然你这么要求，我就勉为其难的答应你吧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太子妃，祝你和殿下长长久久。太子妃吉祥，祝您和殿下百年好合。这大清早的闹哪处啊？您得问殿下，奴婢哪知道啊？是我让全府的人这么做的。哦，对了，太子、太子妃，今早云府送来拜帖，说是听说您怀孕了，要来探望您。太子妃可安好？哎呦，听说你有喜了，我和你父亲，我们高兴的一宿没合眼。正是，能为皇家绵延子嗣，可是大喜事啊！我就说秀禾是有福气的，哪像我们西月？好好的提他做什么？他一个罪臣的家眷，怎能跟太子妃相提并论？哼，我就静静看着你们表演。多谢岳父和岳母大人，只要小禾在这里，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。那是自然，现在外面谁不知道，太子对太子妃那是顶顶好的。我这身子有孕在身容易烦，不如几位就先回去吧。好好吃啊！主子，快来人啊！快来人啊！小禾，太子，太医，快！怎么会这样？到底怎么回事？照理，喝了微臣开的保胎药，应该胎相稳固了才对啊，可是却恶化的这么明显，着实反常啊！来人啊，来人！殿下，娘娘吃的所有东西，包括太医，给我一起查，倒要看看谁有这么大的胆子。太子，这是什么？是刚刚熬好的安胎药，正准备趁热给太子妃送过去呢。查！可否将没熬的药也拿来？正好有一包。品质上佳，出自于太医院，但这药材上面沾满了3七粉。3七粉？这3七是活血化瘀的良药，倘若用错了地方，那可就是害人滑胎的毒药啊！混账！凡是到过下厨的人，全都给我统统的查！是。殿下，就是他干的。东窗事发，想要逃跑，被我逮个正着。是云府大小姐，她说只要奴婢照做，她就把神器还给奴婢。奴婢是主要忙了些了。像这样卖身契不在我们手里的丫鬟还有多少个？找出来，统统给我送回云府去。是。你醒了，王妃。王熙，没什么事。今天重要的事，我才想明白，我怕像我父亲一样，没能保护好你，掉进这个漩涡里。小禾，我们离开这里吧。好。儿臣不能委以重任，儿臣只想和小禾找个地方安安静静的生活，求父皇成全。莲儿，你是朕的儿子，是皇室子弟，生下来身上就背负着天下和苍生，怎么能为了一个女人说撒手就撒手呢？父皇，孩儿不孝。罢了，你去吧，孙儿降生了，抱回来给父皇看看。多谢父皇。小
小姐，你就带着杏儿吧。放心吧，傻丫头，我现在胎相已经稳固了。你呀，就老老实实留在相府，做你的提督娘子吧。小安，以后好好对杏儿，不然的话，我可是会回来好好教训你的。哎呀，放心吧，后会有期。婆婆，我们回来了。哎呀，你们怎么回来了？小何婆婆想死你们了。婆婆，不止我们2个回来，我们还给您带回来一个呢。人呢？在哪儿呢？在这儿呢。婆婆，我有喜啦！哎呀，真是谢天谢地呀，这才是真正的大好事儿啊！天哪，怎么会这样啊？是啊，婆婆，我跟你说，当时我真的紧张死了，我差点以为王爷就被关在监狱，再也出不来了。你说这吓不吓人啊，婆婆？婆婆，我饿了。饭做好了，有你爱吃的红烧鱼。好，以后这里就是我们的家了。我最喜欢这种像世外桃源一样的地方了。哎呦，怎么了？刚才好像踢我了。来，踢给爹听听。哎呀，这2个根本就不是一种药，不能放在一起的。去，上一边凉快去。我这不也是为了你好吗？娘子，你看这是什么？珍珠奶茶。那天你总跟我提做珍珠奶茶，所以我便偷偷试做了一下。你尝尝，是这个味吗？谢谢你啊，相公。嗨，这算什么？随手的事儿。我是说，跟你在这的每一天，我每时每刻都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。哎呀，这才哪儿到哪儿，以后我们的日子还长着呢。等我们以后的宝宝长大了，我也想让他好好孝顺你，再让他娶个像你这样的儿媳妇儿。相公，你们在捣鼓什么呢？没什么，只是有点想我娘了。唉，其实啊，只要我们过得好，贵妃娘娘在天上一定会安息的。我知道，只是偶尔还是会想，她如果也在这里该多好。小何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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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7天了，是吧？这是医院，我这是穿过来了。医生，患者醒了。今晚注意观察，明天做个全检，毕竟他被电击昏迷了这么久。昏迷？医生，我这是什么情况？你天天在家窝着，也不出去走走。这是我出院后1个月，我妈每天电话回家，唠唠叨叨，一切仿佛都回到了原有的地方，这让我更加相信我与香莲的相遇不过是一场梦。毕业了也不出去找找工作。哦，对了，忘了说，我的毕业答辩学校帮我延期了，我成功拿到了毕业证。不找工作也行啊，找个对象也好啊。妈，我才刚毕业，你不至于这么着急让我相亲吧？现在不催，等你一把年纪再催吗？你丁阿姨的儿子也毕业了，他跟你在一个城市，说让你帮忙照顾一下，一会儿就到。妈，你这会不会太明显了点儿？是又怎么样？照片我看了，长得挺帅哦。我先走了。哎呀，这都什么事儿嘛，烦死了！惹不起我还躲不起了。溜。你好啊，我叫萧莲。